同学们，你们好。前面我们学习了蛋白质的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高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蛋白质的重要性质。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大分子化合物，其部分理化性质与氨基酸相似，例如两性电离、等电点、橙色反应、橙盐反应等等。同时它又具有胶体性质和变性性质等等。蛋白质的相对分子质量一般在10的4次至10的6次之间，其相对分子质量可根据其化学组成测定，或者利用蛋白质的某些理化性质来进行测定。表中为一些蛋白质的相对分子质量、亚基数目、亚基相对分子质量。沉降系数法是将蛋白质溶液放在超速离心机的离心管中进行超速离心，使蛋白质分子沉降下来。大小和形状都相同的蛋白质分子下沉的速度相同，在离心管中会产生一个明显的界面，利用光学系统就可以观察到这个界面的移动，从而测得蛋白质的沉降速度。一种颗粒在单位离心立场中的沉降速率为恒定值，我们称之为沉降系数，用 S 表示，一个 S 为10的负13次秒。图中为分析性超速离心系统示意图，以测得许多蛋白质的 S 值都在1个 S 至200个 S 之间。凝胶过滤法是在层析柱中装入葡聚糖凝胶颗粒，这种凝胶颗粒具有多孔的网状结构，这些网孔只允许较小的分子进入颗粒内部，而大于网孔的分子则被排阻。当用洗脱液进行洗脱时，被排阻的相对分子质量大的分子先被洗脱下来，相对分子质量小的分子后下来。下面是凝胶过滤的原理示意图。由于凝胶球是一种多孔的介质，小分子蛋白质会进入凝胶球内部，而大分子蛋白质则从凝胶球之间的缝隙直接被洗脱液洗脱下来。小分子蛋白质通过层层凝胶球孔道后被洗脱下来，走的路径较长，因而最后下来。将3种以上相对分子质量有较大差异的已知分子量的标准蛋白质与未知样品制成混合溶液，经过上注和洗脱，根据洗脱分的位置量出各种蛋白质的洗脱体积，以相对分子质量的对数和洗脱体积作为标准曲线，根据待测蛋白质在相同条件下的洗脱体积，在标准曲线上查出其相对的分子质量。这个方法仅适用于球状蛋白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SDS 聚丙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蛋白质的分子量。蛋白质在聚丙酰胺凝胶中的电泳速度决定于蛋白质的大小、形状和电荷数量。SDS 12烷基硫酸钠是一种阴离子型去构剂，可与蛋白质结合，使其变性，并让它带上大量的负电荷，解离成亚基，同时变成棒状，从而掩盖了蛋白质原有的电荷和形状的差异。这样，蛋白质在 SDS 聚丙酰胺凝胶电泳中的电泳速度最终只取决于蛋白质的相对分子质量的大小。电泳是指带电颗粒在电场中向电荷相反的电极涌动的现象。电泳方法是实验室、生产、临床诊断等等常用来分离蛋白质和鉴定蛋白质纯度的手段。图中 X、Y、Z 3种性质不同的蛋白质，其中 Z 蛋白带负电，在自然电场中向负极移动。在用 SDS 分别对3种蛋白质处理以后，3种蛋白质的高级结构被破坏，其分子表面带上大量的负电荷，这时其电场行为仅仅与分子质量有关。蛋白质做 SDS 凝胶电泳时，用一种染料，例如溴酚蓝做前沿物质，变性蛋白质分子移动的距离与前沿物质移动距离的比值，称之为相对迁移率。相对迁移率与蛋白质相对分子质量的对数成直线关系，以相对分子质量的对数
和相对迁移率做标准曲线，根据待测蛋白在相同条件下的迁移率，在标准曲线上就能够查出其对应的分子质量。SDS 是一种表面活性剂，俗称清洁剂。SDS 可以把非极性的尾巴插入蛋白质三级结构内部，极性头部与外界的水分子结合，从而使蛋白质变性。由于蛋白质分子质量很大，在水溶液中分子直径在1至100个纳米之间，具有胶体溶液的性质，例如不能透过半透膜，具有电泳现象等等。因此可以利用透析和电泳的方法来分离纯化蛋白质。蛋白质溶液具有胶体性质，维持蛋白质溶液胶体性质的因素有2个。首先，球状蛋白表面具有很多亲水集团，具有强烈的吸引水分子的作用，在蛋白质颗粒表面形成一层很厚的水化膜，阻止了蛋白质颗粒的相互聚集。其次，在非等电点时，蛋白质颗粒带有同性电荷，相互排斥，也阻止了蛋白质颗粒的聚集。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大分子化合物，有许多游离的可解离的集团，因此蛋白质和氨基酸一样是两性电解质。溶液 pH 值会影响蛋白质的带电性质。和氨基酸一样，蛋白质也有等电点。当溶液在某一 pH 值时，蛋白质所带的正负电荷相等，即总静电荷为0，这个时候溶液的 pH 值称为该蛋白质的等电点。图中表示蛋白质的等电点与溶液 pH 值的关系。溶液 pH 值等于等电点，蛋白质分子所带正负电荷相等，这时蛋白质由于失去同性电荷的存在，故最不稳定，溶解度最小，会聚集沉淀析出。这个性质常用来分离提纯蛋白质。根据不同蛋白质的等电点的不同特点，调节溶液的 pH 值，在其等电点沉淀后分别收集蛋白质。图中，当溶液 pH 值大于等电点，蛋白质分子带负电，因此蛋白质会由于同性电荷的存在，不会聚集沉淀析出。当溶液的 pH 值小于等电点，蛋白质分子带正电，这时带正电的蛋白质分子相互排斥，蛋白质分子不会聚集沉淀。天然蛋白质因为受到理化因素的影响，会使其分子原有的天然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理化性质和生物学活性发生改变，我们把它称之为变性。变性蛋白质只有空间结构的破坏，蛋白质的变性本质是次级键、二流键的破坏，并不涉及一级结构中态键的变化。引起蛋白质发生变性的因素有物理因素及化学因素。变性因素常被用于消毒及灭菌。保存蛋白质制剂时，则应注意防止蛋白质的变性。化学因素有强酸、强碱、去污剂、重金属盐等等。物理因素有高温、高压、射线等等。蛋白质变性后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生物学活性丧失，同时包藏在分子内部的侧链集团暴露，理化性质改变，生化性质改变，变性蛋白质的分子结构松散、伸展等等。以下为蛋白质变性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举例，例如豆腐的点卤过程，医院对医疗用品的灭菌过程，实验室对在组织培养过程中的灭菌过程等等。复性，变性因素除去后，有的变性蛋白质又可缓慢地重新恢复到天然构象。许多蛋白质变性时被严重破坏，不能够恢复，我们把它称之为不可逆变性。破坏蛋白质溶液的稳定性，蛋白质就会凝聚成大的质点，而从溶液中析出的现象，称之为蛋白质沉淀。稳定蛋白质亲水胶体的因素是蛋白颗粒表面的水化膜和同性电荷的存在。那么破坏这两个稳定因素，蛋白质便会聚集沉淀析出。高浓度的中性盐、有机溶剂、重金属、生物碱等等
都会使蛋白质沉淀。加入高浓度的中性盐，可以有效地破坏蛋白质颗粒的水化层，同时又中和了蛋白质的电荷，使蛋白质产生沉淀。这种高浓度的中性盐的加入，使蛋白质沉淀析出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盐析。盐析法是最常用的分离蛋白质的方法。盐溶，低浓度的中性盐可以增加蛋白质的溶解度。由于蛋白质分子吸附某些盐类离子后，带电表层使蛋白质分子相互排斥，而蛋白质分子与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盐析法沉淀出来的蛋白质经过透析可以除盐，但仍能够保证蛋白质的生物学活性。图中为透析装置，操作中先将含有盐杂质的蛋白质装入半透膜袋中，将半透膜袋子放入烧杯，在烧杯中注入无离子水，打开磁类搅拌器即可。透析过程中注意更换无离子水，及时检查水中是否含有盐离子。有机溶剂能够破坏蛋白质颗粒的水化膜，而使蛋白质沉淀，也是医疗上酒精消毒的原理。重金属离子汞、铅、铜、银等等也可以与蛋白质结合生成不溶性的盐而沉淀蛋白质。例如误食重金属盐后，可大量的饮用牛奶或者豆浆等蛋白质，然后使用催吐剂将蛋白质结合的重金属盐呕吐出来进行解毒。生物碱试剂和某些酸类与蛋白质生成不溶性的盐而沉淀，将接近于等电点的蛋白质溶液加热，可以使蛋白质发生凝固而沉淀。加热使蛋白质变性，有规则的肽链结构被打开成松散的不规则的结构，分子的不对称性增加，疏水集团暴露，进而凝聚成凝胶状态的蛋白块。例如煮熟的鸡蛋，蛋白质的变性、沉淀、凝固相互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蛋白质变性后并不一定沉淀，蛋白质只有在等电点附近才沉淀，沉淀的变性蛋白质也不一定凝固，沉淀的蛋白也不一定变性。例如蛋白质被强酸强碱变性后，由于蛋白质颗粒带着大量电荷，故仍溶于强酸强碱之中，但若将强酸强碱溶液中的 pH 值调到等电点附近，则变性蛋白质会聚集成絮状沉淀物。若将此絮状沉淀物加热，则分子之间相互盘缠，而变成为较为坚固的凝块。同学们，本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